目前全球已经悄然掀起去美元化的浪潮，随着形势急转直下，美国终于坐不住了，开始使用浑身解数来捍卫美元霸权。而伊朗作为全球能源主要输出国，如果一旦使用非美元结算的方式来交易石油，必定会引来其他国家的效仿，届时美元地位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美国决定将伊朗作为捍卫美元霸权的突破口，开始极力拉拢伊朗，并且采取的方法仍然是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的那一套。我们都知道，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美国已经表示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在一些分析人士眼中，这已经是美国对伊朗释放的最大善意。同时，美国还暗里指使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并且事后还第一时间撇清袭击事件与美国无关。其实明眼人都清楚，美国这言下之意就是所有袭击伊朗的坏事都是以色列干的，美国诚心想与伊朗交好，不会在此期间对伊朗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而美国此举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伊朗示好，并且以色列对伊朗态度越强硬，就会越显得美国诚意十足。不仅如此，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欧盟也宣布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以伊朗民兵曾造成抗议者死伤为由，对8名伊朗民兵指挥官和伊朗警察发起了制裁。同时，英国也对伊朗表示强硬，声称要派军舰前往伊朗海域。在外界看来，此时美国盟友们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其实都是为了将伊朗推向美国的怀抱。而拜登政府惯用的伎俩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现在大棒有了，所以还要拿出足够的诚意来诱惑伊朗。这个时候，韩国就出面为美国当说客了，不但表示要与伊朗做石油生意，还表示要和伊朗在其他方面进行合作。这对于伊朗来说肯定是喜闻乐见的。但是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闹得不欢而散，那么伊朗很可能就会失去美国盟友们抛出的石油订单，甚至还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击。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伊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对伊朗软硬兼施的招数也奏效了。据俄罗斯网站报道称，伊朗外长贾瓦德·扎里夫近日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为伊核协议的中断负责，因为他们不仅不支持该协议的执行，而且还破坏了协议。因此，伊朗可能会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毫无疑问，伊朗这一态度的转变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还对其表示支持，然而现在却背上破坏协议的骂名。这很显然是伊朗在对美国释放信号，暗指俄罗斯破坏了美伊谈判。对此，俄专家表示，俄方会重新考虑与德黑兰的合作。如此看来，俄伊关系恐怕会发生重大变化。最后，我们想说，伊朗态度的转变或许给我国提了一个醒，因为各国之间的往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时刻做好两手准备，这样才不至于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伊朗要何去何从，真得好好想想了。为何世界海军排名稳居第一的美国，却屡屡传出衰退的消息？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美国海军最新制定的计划，或许就能给出完美的解答。一直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美国的海上霸权。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自然也就没有放松过对本国海军的维持和壮大。未来30年造舰计划就是美国保持其军队强大的努力之一。据悉，最近美国国会就提交了一份新文件，外界称之为为未来30年造舰计划做铺垫。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份最新文件也大体上能够代表美国未来30年的造舰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份看点十足的文件总结起来就是2个方面：一是美国未来30年造舰计划需要多少资金支持；二是未来30年发展的这些海军武器装备能不能打得过对手。不用说也知道，美国口中的对手自然指的是中国。近些年来，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神速发展，已经令美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少国际专家预测称，在2030年，中国海军发展将与美国海军持平。显然，中国海军已经是美国制定海军发展计划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海军的发展也将是美国未来海军发展计划中的最大变量。毕竟早在2011年，美国海军提出的有海项目方案，就是因为中国海军的强势崛起而最终作废。那么这次美国为应对中国海军，又会有怎样的计划呢？从文件来看，美国变化最明显的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战略核潜艇上，美国新增了6到12艘的攻击型核潜艇，另外还包括一批新型核潜艇，其作用类似于水下武器库。当然，美国注重发展水下舰艇部队，必然会对水面舰艇部队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超级航母，美军计划缩减航母数量，由原来的12艘缩减到8到10艘，取而代之的是水面轻型战舰和无人舰艇。
分析人士预测称，在未来10到15年内，美国海军中无人舰艇所占比例将会上涨到25%，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尽管美国雄心勃勃地认为这将能够帮助美国更好应对中国海军的发展，但是就现实而言，这必将导致美国海军战力的收缩。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的这一新计划被不少军迷朋友嗅出了一股中国海军70年前的味道。在那时，中国海军迫于各方面的限制，不得不发展以空潜快为核心的近海防御力量。但是随着中国海军的一步步发展，中国已经慢慢从近海走向南海。相反，美国却似乎直接倒退70年，这也让网友直呼美国终究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据环球时报援引日美统合幕僚监部网站的消息称，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辽宁舰编队朝北驶过宫古岛南部160公里海域。此次行动的编队中包括了航母辽宁舰、055型驱逐舰南昌舰、054A 型护卫舰黄冈舰、052D 型驱逐舰成都舰，以及052D 型驱逐舰太原舰和901型远洋补给舰呼伦湖舰。在行驶过程中，辽宁舰的预警机则是一直在空中警戒。不得不说，免费摄影师就是好用。这次摄影师的再出动，把我军的这6艘军舰拍得非常的干净漂亮。不过，其中有一点让人非常的疑惑，为何我军辽宁舰的最新位置是被日媒公布的？就像网友们问的那般，日本是怎么知道我舰位置的？这里首先要知道的一点是，常规系统的远程预警雷达无法探测到航母编队，常规体制的预警雷达分辨率极低。使用调制或长波的电离层反射无线电作为侦察手段，无法在远距离上分辨出是航母还是普通货船。当航母编队形成战斗队形时，也无法分辨出这是一支海军舰队。目前最有前途的追踪航母的方式，当属近地轨道上常见的光学侦察卫星。而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铁杆盟友，日本的光学侦察卫星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该型卫星在400至760纳米的可见光波长范围内，该波段所需孔径不大，人眼在近地轨道上能够分辨出地面几十米高的物体。军事可见光侦察卫星通常只需一台设备就可以达到分米甚至厘米级的分辨率。总而言之，军事侦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非常专业的事情，需要将各种传感器的许多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各种不同的波段，各种工作机制都需要大量的分析和判断人员，最后才能准确的定位敌人目标。这可不是拍张照片这么简单的事情。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些人觉得，那我军航母的反侦察手段是不是很弱呀？为什么每次都能被日本媒体拍到照片呢？其实呢，这个问题美国讨论的比中国更多，毕竟他们的航母更多，更担心被发现。那每次美国的航母来亚太，那是不是就证明了美国的反侦察能力也很弱呢？这当然不是了，因为航空母舰是一种强大的战略武器，现在的航空母舰往往起着威慑作用，大多数时候不是你去发现它，而是它害怕自己不被发现。所以各国的航母在行动时根本不会采取什么反侦措施，这就是为什么日媒成免费摄影师的原因。